大家好，又见面了，这里是小林风味的美食频道。这些欧包在出炉的时候，你能闻到纯粹到不能再纯粹的原麦香气，暄软又布满孔洞的内瓤在向您招手。这简单又充满诱惑的魅力，就是源自于我手中的这款天然酵母。用天然酵母做的面包，卡路里跟商业酵母做的是一样的，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用商业酵母做的面包发酵快，成型稳定，但是成型之后它的口感会很单一，层次也不分明，所以需要用很多的糖、黄油等等其他的添加剂辅助它，增加它的风味。天然酵母由于发酵的时间比较长，非常有助于完全分解面团中的淀粉，它的升糖指数比普通面包要低很多。总之，这几次欧包做下来，我尝到了久久回味的余韵，我相信是天然酵母引领的结果。现在我们找一个干净无油的瓶子，开始喂养酵种。这是50克的水，还有50克的普通中筋面粉。搅匀以后，轻轻搭在瓶盖就可以了，不用拧紧。这是第二天，看，里面有水汽，但是它的变化并不是很大。我们开始给它喂1比1的喂面粉和水。当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把盖儿轻轻地扶搁在那儿。如果怕忘了的话呢，可以在上面呢写一个小字条，记录一下第几天搁了多少水和粉。把喂完酵种的瓶子最好放在温暖的地方，这样它发展的比较快。这是第3天，看，里头已经有微微的变化了，有点发黄，味道也不是很好闻，没有关系，继续等比例的喂养它。喂完之后，一定记得把它搅拌均匀。我把放酵种的瓶子放在烤箱里，开灯，大概温度是25-6度，所以它发展的比较快。搅匀后，依然是把盖扶搁在那里，等待发酵。第4天到了，我们看看里头有什么变化。看，里面有一点黑的水，没有关系，不是坏了，是酵种太饿了，所以我们把它调匀之后分出一个小瓶子。我们倒入大约80克的原液，然后再用40克清水、40克面粉去喂它，然后依然是盖好盖子，让它慢慢的发酵。等操作完毕之后，在下面勒一个皮筋儿，看一看第2天的变化。现在很多朋友都钟情于无油、无糖、少盐的这些粗粮、杂粮面包，但粗粮本身不容易产生筋性，天然酵种可以最大限度地提炼各种材料的味道，并且很能优化组织筋性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，层次很丰富。好了，第5天到了，我们看看昨天喂养的状态，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小气泡了，说明它已经开始活跃起来。现在我们再次加入等量的水和面粉，这次我特意用大家都有的中筋面粉来做酵种。如果您家里有全麦面粉，也可以用全麦面粉来喂养酵种，因为全麦面粉里麸质含量相对中筋要高，所以它的发酵成型时间就相对于用中筋面粉要短一些。好了，我们已经喂好了，把它放在温暖的地方继续发酵等待。今天是第6天，我们快看看吧。哇，新鲜又活跃的酵种已经养成了，它已经比皮筋儿足足高了1倍。仔细看，上面的孔洞非常多，用它来做欧包，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。
如今倡导健康饮食，提倡少油、少盐、少糖，并且简单方便。这天然酵母除了帮助我们更好地吸收了 B 族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还有抗氧化物，更是把食物原本的麦香还给了我们。这里是小林风味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